有一些人他會容易猝死，就是因為你在睡覺的時候嚴重的缺氧，当身體沒有辦法達到平衡之後，他可能就真的沒有呼吸，有可能就這樣離世。大家好，我是耳鼻喉科阮罪醫師。今天很高興，就是有機會跟大家分享睡眠呼吸中止症這個疾病。這個疾病其實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疾病啊。那為什麼說非常常見？我們打個比方，大家都有聽到可能親朋好友打呼的問題嘛？為什麼會打呼？打呼其實是一個症狀，它不是一個病。通常有打呼的人，他罹患呼吸睡眠中止症的這个比例就会比較高。根據統計啊，台灣男生的盛行率，中年男性盛行率大概30到40%，那女生大概在15% 左右都有這個呼吸睡眠中止症。那大家一定很好奇，什麼叫做呼吸睡眠中止症？那呼吸睡眠中止症其實我們顧名思義，它就是在你睡覺的時候，你的呼吸道塌陷了，導致你的氧氣濃度下降，形成了一個疾病。那為什麼這個疾病重要呢？大家可以想象哦，其實人在睡覺的時候應該要得到的是充分的休息，工作一天，忙碌了一天，然後好好的休息。可是你在睡覺的時候其實沒有休息，為什麼呢？因為你的身體遭遇到一個困難，就是你的吸氣的氧氣不夠，所以你的身體就要一直形成一個警覺性，去提醒你其他的器官說啊，不行，你要記得呼吸哦，不然氧氣濃度不夠。那這個時候你身體就會處在一個高漲的狀態。那這種高漲的狀態會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呢？臨床上就是會遇到幾個問題。第一個就是白天睡醒後覺得精神很差，你就覺得沒有什麼體力啊，精神都很不好，甚至有些人會半夜會怎麼樣夜尿。它會容易起來上廁所啊，因為你的身體就沒有辦法熟睡，它會一直處在一個淺眠的狀態，所以你就很容易醒來。然後甚至有些人他可能睡眠的狀況就會變成一個不太容易入睡的這個狀況。那這樣的情況下，就是會造成哪些疾病呢？世界各國做了很多研究，我們也發現了幾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它跟頑固性的高血壓有很高度的相關。就是有一些人啊，心臟科醫師跟我說，我有高血壓，我也很認真吃藥，可是為什麼我的血壓一直降不下來？這個可能跟睡眠呼吸中止症有關，因為晚上你的副交感神經處在一個高張的狀態下，所以你的心臟的血管功能就沒有辦法休息，所以導致一個頑固性的高血壓。那再來是什麼？容易中風。這也已經發現，就是有這個呼吸睡眠中止症的人啊，他的中風的比例比一般人來說大概高了2到3倍。還有什麼呢？就是容易形成這個代謝症候群。那代謝症候群就是什麼？就是糖尿病嘛，就是會有一些代謝上的問題啊，包括就是可能有一些我們講的胰島素的抗性啊。其實這個人也沒有到很胖，可是為什麼他會有一個很早期的糖尿病？原因是因為他的胰島素有分泌，但是身體產生了抗性，所以他的胰島素就沒有功能。所以像這樣的病人就會有這樣問題。然後再來是什麼？再來是有一些人他會容易猝死，就是因為你在睡覺的時候嚴重的缺氧，那你身體要提醒你起來呼吸，當身體沒有辦法達到平衡之後，他可能就真的沒有呼吸，有可能就這樣離世。所以這個睡夢中猝死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然後再來是它跟我們的認知功能也有很大的關係。一般研究發現，如果有中重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的病人，他的大腦會比沒有呼吸睡眠中止症的人大概延遲5歲。那其實這樣就是很嚴重的問題嘛，因為大家可以知道，我們現在的社會上，我們需要高度用腦。那如果說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大腦沒有得到適合的休息，那你白天精神又不好，那這樣就影響很多。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要怎麼做檢查？最常見的幾個風險因子就是男性肥胖，我們一般定義成 BMI 大於30，脖子很粗、腰圍很粗的這樣的人，他就有高度的這個呼吸睡眠中止症的可能性。一般來說，會請他來醫院做一個睡眠檢查。睡眠檢查就是我們會請病人來醫院睡一個晚上，通常會接幾個儀器，包括第一個心電圖、腦波、氧氣，然後還有接一個胸廓的這個起伏器，身上一些探測器，那我們就會偵測出一個數值，那這個數值叫做 AHI。AHI 是什麼意思呢？一般我們叫做 Apnea Hypopnea Index。這個數值通常我們是定義成什麼？就是我們每10秒鐘叫做一次。那如果你這個10秒鐘呼吸完全停止，沒有氣流的進出，我們就把它記作一次，呼吸完全暫停。Hypopnea 是什麼呢？一般我們也是記10秒鐘。當你的吸氣的流量小於30%，同時造成的血氧濃度下降，或者是我們在腦波上有發現一個 arousal，我們會記成一次。所以一般來說，我們一個睡覺，我們會把它平均除了以後，我們會算1個小時發生幾次，1個小時發生5次以上，我們就把它定義成呼吸睡眠中止症。那如果15次以上的話，我們會認為是中度的睡眠呼吸中止症。那如果超過30次，我們會認為是重度。這樣的病人啊，通常會高度建議病人就是要治療，原因就是我剛剛所講的，就是有很多疾病，包括糖尿病、高血壓、心臟病、中風，然後猝死，然後夜尿等等，有非常多的問題，所以這樣的病人需要治療。那如果我有打呼問題的話，我一定要趕快去找阮醫師。沒有問題啊。